你看，这颗小菠萝已经结果了，好可爱，是不是？大家猜猜我是用什么种出了这个小菠萝呢？它的故事啊，要从一个从超市买来的菠萝开始。今天爱种菜的西小厨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菠萝从餐桌到花园的奇妙旅程吧。估计我刚才这么说，大家已经猜到了，我是用买来的菠萝的菠萝头种的。菠萝正常吃，那么我现在就演示一下，用菠萝头怎样能种出小菠萝。这是一个我随机从超市买来的菠萝，熟透了的，都开始发黑了。不过这样的更甜。我们先把菠萝头切下来，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菠萝头。然后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叶子，这些叶子呢用不了这么多，我们把底下的叶子都掰掉，用手掰就可以了。特别是这种干的，不要它。去了一些，这样就够了。当然，菠萝的品种不一样，就是我后面种的这棵品种跟我刚刚超市买的这个品种不是一个品种。大家看这个菠萝的叶子的形状就可以看出来。不过没关系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喜欢吃哪个品种就买哪个品种。然后呢，第二步很简单，我们就找来一个小水瓶、小碗、小水瓶都行，把它放一半的水，然后把它做进去，放到桌子上、厨房、窗台上都可以。如果是放到窗台上呢，我建议找一个不透明的水瓶。我这里用透明的水瓶是为了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因为窗台有阳光嘛，这样让菠萝以为它自己在土里就好了。隔2-3天换一次水，或者是等水浑浊了，你就去换一次水，避免这个烂掉。如果水还 OK 啊，那你就可以继续放着，然后我们就等它长根。它长根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大家要耐心等待。这是我现有的结果的那颗菠萝，在我水培2个月的时候，它的根就已经长这么多了。然后看另一颗也是，长根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比较慢的，但一旦长出来呢，就很快了。这是3个月的时候，根须数量明显比2个月时增多很多。这个状态时，水培的营养就不够了，需要把它移栽到土里。我这次用的是普通的花园土，再加一些自己做的有机堆肥。叶子太多的话，可以先去掉下面一部分的叶子，然后再栽在土里，这样可以减少水分的挥发，缓苗更快一些。后来同样的方法，我又种了第3颗菠萝头，这一颗发挥得更好，根系长得更多。当我们把生了根的菠萝头移栽到土里之后呢，就是一个漫长的生长和等待的过程了。当然在这期间，施肥换大盆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麻烦。我基本上只移栽了1次，然后每年追施1次有机肥。3年后，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突然发现了这个很久不关注它的菠萝发出了这样的小花，长了这样的花苞呢，我就经常去关注它。3周以后就长这么大了。仔细看，其实这朵菠萝花是由许多小花组成的，这些小花集合在一起呢，形成了一个花序，然后每个小花会发育成一个果实，最终这些果实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菠萝。当然啦，不管种什么植物都是要看气候的，特别是温度。菠萝呢，由于是热带植物，那么它就喜欢温暖，喜欢阳光，所以在土培种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在有阳光温暖的位置。像我这一棵呢，就种在了温室里。像我这里耐寒区是10区，
冬天最冷的温度在夜间是可以达到0度的，但是在温室里呢，就基本上不会有霜冻，至少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不会被冻死。但是就是我这个地区呢，长菠萝是很艰难的，这个温度冬天还是太低。它虽然在温室里不会冻死，但是长得也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颗小菠萝它现在也就长得这么大，不会再长了，实在是温度不够。现在我们这里是冬天了嘛，所以想要让它继续长大也是很困难的。长这么大已经很可爱了，我也觉得很漂亮。不吃也行，观赏也是在温室里很有趣的一个小景观。如果你那里的气候比我这更温暖，那么这个方法就非常适合。在家里种一颗，跟孩子一起玩，还是特别有趣的。我想温暖的地方应该不会这么久，可能可以缩短它的开花结果的时间。好啦，这个小菠萝你们学会了吗？是不是非常有趣又简单呢？你可以试试哦。喜欢家庭园艺趣味种植的朋友，别忘了订阅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您可以了解更多的趣味种植和种植技巧，和习小厨一起体会家庭种植的乐趣吧。好啦，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咱们下一期再会。